当别人还在3天饿9顿时，这个男人已经将荒野建造玩出了新高度。通过树枝与粘土的完美融合，搭建出霸气侧漏的熊熊庇护所。内部空间不但十分开阔，还有温暖的壁炉取暖做饭，简直不要太牛掰。酷爱荒野建造的卡拉，这天又来到野外瞎溜达。几棵枯死的大树拦住他，突然灵光乍现，卡拉决定在这搭建一个震惊世界的庇护所。首先卸下行囊，盘点一下携带的物资，充分的利用好手上的资源是一名荒野专家的必备技能。只见卡拉左手持锯，右手执斧，便一头扎进了扭曲丛林禁火。仅一会儿的功夫，便收集到了许多的树枝，较大的用来搭建框架，细小的则用来编织。而这几棵树就是纯天然的立柱。卡拉首先爬到树上，将它们都结成统一的高度，至于最后平不平的全靠感觉。接着卡拉分别在两边的立柱架上横梁，好在出门时带了一卷铁丝和钳子，使得搭建工作变得轻松许多。有了横梁做支撑，就可以架上原木开始搭建庇护所的框架。从这规模上来看，这庇护所一定不简单。为了确保足够的牢固，中间还要用树干做斜角的支撑。有了矩形的骨架之后，卡拉继续拿来柔软的树枝，沿着框架外围凹出圆弧的造型。之后就可以继续用树枝搭建庇护所龙骨，乍一看还真有点像肋条。随着纵向框架构建完成，卡拉继续用树枝横向编织，主打的就是强度不够密度来凑。随着核心框架的构建完成，卡拉继续用树枝构建熊熊的造型。首先就是要制作出熊腿，由于立柱正好分布在4个角落，搭建起来就简单许多，只需先在立柱四周插上树枝，而后便可以拿来柔韧的枝条开始编织。顺势再把后墙，也就是熊屁股给搭建好。现在庇护所的主体框架就呈现眼前。忙碌了半天的卡拉此时觉得有些累了，于是便在躺在草地上打了个盹，没想到竟成为了老鹰的猎物。好在这家伙反应迅速，一招反擒拿就把老鹰给制服。要不是怕老底坐穿，一定要将他照顾到位。虚惊一场过后，卡拉又继续庇护所的搭建。首先用树枝编织出熊头的造型，尽管看起来有一点点抽象，为了更加逼真，他还用姜木桩削尖，制作出几根獠牙，固定上去之后就威武霸气了许多。为了方便进出，大门设置在了身体的正中间，悬空的设计还可以躲避野兽的攻击。随着整体框架的构建完成，地上也散落了许多尖锐的铁丝。只见卡拉拿出吸铁石，绑上木棍之后，沿着庇护所转了几圈，就收获了足足2斤半。为了获取足够多的粘土，只见卡拉抡起铲子就将一旁的草地给清空，而后便开始了翻土的工作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要在这开荒种地。由于没有趁手的容器打水，卡拉这家伙直接来到溪流旁，硬生生的把小溪给截流改道。接下来只需耐心的等待，就能获取大量的水源。而后卡拉便脱掉鞋袜，开心的玩起了泥巴。在搅拌时还要往里加入一些干草，从而增加粘土的附着力。完事后就可以直接往框架上抹。这项工作看似简单，实则一点也不难，就是一样有点费手。很快庇护所的墙体就密封完成了，远处望去果然威武霸气。为了看起来更加的逼真，卡拉还特地给他安排上了熊掌。等待粘土稍微干燥之后，便可以开始室内的装修工作。首先就是先用原木构建出地板的托梁，而后再掏出暴风战斧，将一根根的原木对半劈开，加工成野生木地板。接着就可以直接铺设上去。由于表面看起来十分的粗糙，为了防止被绊倒，卡拉只好掏出斧子将其削平整。完事后又继续用加工好的材料，在庇护所的前后搭建出窗台以及一张舒适的大床。为了方便干饭，卡拉还在中间搭建了一套桌椅。考虑到野外昼夜温差大，一个温暖的壁炉必不可少。只见卡拉先用树枝在窗台上方制作出框架，而后继续拿来粘土修砌。烟囱的管道直通熊熊的2个大鼻孔，将壁炉点燃之后，这排烟的效果简直绝了。光干活不干饭，生产队的驴都不干。为了庆祝乔迁新居，卡拉再次走进扭曲丛林打野。画面一转，这家伙就收获了一只野生兔兔。给兔兔沐浴脱去外衣之后，再用木签串好，便可以架在篝火上烘烤。等待片刻后，他们终于吃上了肥美的烤兔肉。吃饱喝足后，便在狗子的陪伴下安详地睡了过去。